休眠中的宇航员忽然被强制唤醒，紧接着智能助手快速用纳米材料给他穿上了宇航服，还不等男人有所反应，系统直接给他弹出了宇宙飞船。杰瑞抬头一看，才发现原来是飞船发生了爆炸，无数的休眠舱就像是陨石一样疯狂地砸向附近的星球。杰瑞只好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自己能够安稳落地。上天仿佛听到了他的请求，休眠舱直接在空中来了个托马斯回旋，然后便重重地砸向了地面。虽然杰瑞已经失去了意识，但求生的本能很快就让他惊醒了过来。男人连忙发出通讯寻找附近的同伴，可话音未落，智能助手就传来警告，原来是这颗星球骨质疏松，脚下的土地随时都会崩，他建议立马离开休眠舱。杰瑞无奈只好用工具打碎玻璃，可就在他起身的瞬间，土地恰好坍塌，休眠舱直接打了个滚。倒霉的杰瑞还不小心被玻璃划破了宇航服，里面的氧气开始大量流失。杰瑞赶紧拿出抑制器修补，可最终还是流失了 60% 的氧气，这下大半条命没了。杰瑞也不知道向谁说理去，还不等他松一口气，助手又传来警告，舱体内部发生了短路，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杰瑞只好化身为穿山甲，硬生生地挖出了一条逃生路线。缓过神来后，杰瑞才注意到了这颗星球的荒芜，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怕是连个外星人都不愿意居住。突然耳边传来一阵轰隆，杰瑞转头一看，正是自家的宇宙飞船，看来这下终于能得救回家了。可杰瑞还没高兴2秒，宇宙飞船就迫降失败，原地爆炸，掀起的尘土瞬间让喜剧变悲剧，差点就把他给摔成残废。这下男人心中返回地球的希望彻底破灭，但好消息是，高智商的人工智能有了一个惊天发现。Records indicate you are the first human to reach this unexplored planet or asteroid. You are legally entitled to name it. Please enter now. No. Searching. The name No is already in use. Fuck off, Leonard. Searching. The name Fuck off, Leonard is available. Would you like to use it? 杰瑞彻底无语，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才摊上了这种助手。就在一人一机谈话间，杰瑞检测到了不远处有其他休眠舱的信号，那里说不定还有活着的同伴。很快男人就到达了目的地，看到了眼前的残骸后，他立马就上前搜查，结果里面空无一人，但却有一个氧气背包，这下真是走了大运。可当杰瑞费力地扯出背包后，一具尸体突然从上方掉落，吓得他差点就把在地球上吃的早饭吐了出来，这可得忍住，要是污染了宇航服可就真的完蛋了。缓过神来后，杰瑞仔细检查了背包，结果发现背包早就坏得不成样子了，给杰瑞气得差点眼泪都掉了下来。无奈他只好朝着下个信号点继续前进，可匆忙离开的杰瑞却丝毫没注意到休眠舱上方有着几道可怕抓痕。在穿过一个又一个区域后，杰瑞终于惊喜地发现前方有个地球人正在活动，他迫不及待地上前打了招呼，对方见到他也是兴奋不已。一番交流过后，杰瑞才知道这个男人是通讯组的成员，正在这里布置机器，估计很快就能联系到在地球上的总部。如果能成功回到地球，就能领取到一大笔的补偿金。杰瑞一听高兴坏了，赶紧帮忙链接线路。可就在他背过身的瞬间，一只小可爱突然出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带走了男人。杰瑞转过身来，那是一脸懵逼，说好的一起回家，你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再三寻找无果后，杰瑞只好先行启动了机器。他本还想让那大叔借一点氧气，可如今却不见了踪影。杰瑞只好再次出发去寻找从飞船上散落的补给舱。在搜寻过程当中，杰瑞意外接收到了一则呼救通讯，耳边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自己被休眠舱的残骸压住了双腿，无法动弹，希望有人能去救他。杰瑞听后想也不想的就和对方链接了通讯，可仔细一看，他才发现女人的位置正好与补给舱相反，这下可让杰瑞犯了难。艾米听后立马就开口说自己有多余的氧气可以帮助他渡过难关。虽然对方的语气十分真诚，但杰瑞也知道人在生死关头下会暴露人性的丑恶。快速的思考过后，善良的杰瑞还是选择了相信，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救援的道路。至少现在的他已经不再孤独，耳边空灵温柔的声音总是能够安抚他躁动的内心。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夜晚，杰瑞放松的内心又紧绷了起来。一路上他总是遇到诡异的事情，要么就是莫名从山上滚落的碎石，要么就是从背后传来好似怪兽的怒吼。随着杰瑞愈发的深入，他甚至在路上发现了一道诡异的脚印，顺着脚印一路向前，尽头是一个空不见底的幽暗地洞。杰瑞不敢再过多的停留，立马加快脚步远离了此地。可突然间助手的警告声响起，打开地图一看，附近竟有数个不明生物正在快速靠近。杰瑞哆嗦地捡起一块石子防身，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在这紧张的氛围当中，一道信号弹忽然从远方亮起，杰瑞也借此看清了那怪兽的样貌。杰瑞一边惨叫一边逃跑，幸运的他恰好摔进了一道裂缝中，这让他一次又一次地避开了怪兽的攻击。可没想到裂缝的尽头却是一道悬崖，还好身上的宇航服足够坚硬，帮助杰瑞承受了大部分的冲击。喘过气来后，杰瑞立马拿出抑制剂一顿修补，现在情况不容乐观，
身上的氧气只剩下了12%。唯二的好信息便是暂时摆脱了怪兽和刚才亮起的信号弹，附近可能还有幸存者能帮他补充氧气。于是很快，杰瑞就一路顺着信号弹来到了附近。可没想到他来迟一步，恰好目睹一名同伴被怪兽吞进口中。如果有一台能俯视大地的无人机，那么就可以看到附近有不止一只怪兽，他们结伴而行，享受着独属于自己的美食。杰瑞哪还敢停留在此地，迈开双腿拼了老命的逃跑。不知不觉中，杰瑞来到了一片新的区域，大片大片的迷雾彰显着这里的神秘。神奇的是，那些怪兽竟不敢踏足此地，仿佛有一道结界在阻止他们前进。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杰瑞还是松了一口气。此时距离目标地点还有不到1公里，杰瑞也打起精神继续前进。可突然一张巨大的嘴巴猛地窜出一口，将他咬住，力道之大让杰瑞根本无法动弹。原来那些怪兽之所以不敢进来，是因为这里有更恐怖的生物。尽管杰瑞已经在拼了命的挣扎，可他还是被慢慢的拖进了腹中。危急关头，杰瑞灵机一动，要求助手启动心脏起搏器。For your safety, please stand 5 feet clear of Ramirez Andy. 3, 2, 1. 虽然被吐了出来，但危机还没有解除，怪物又追了上来。杰瑞无奈只好钻进前方的洞穴，这里显然也不是什么安全之地。墙壁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紫色小虫，感受到了附近的生物气息后，便立马开始发光发热。杰瑞费了好大一番劲才摆脱了危险。一顿折腾过后，宇航服体内的氧气已经不到 5%， 但好在艾米就在前方不远处。杰瑞用上全身的力气，终于在最后一刻来到了他的身边。艾米也没有背弃承诺，为他补充了大量氧气。随后更是在杰瑞的努力下，成功将艾米的双腿从残骸下解放。只是一瞬间，两人就仿佛成为了多年的生死战友，相信彼此一定能躲过这次难关。然而等他们走出休眠舱后，才发现周围早已被怪兽包围，无奈两人只好朝着飞船跑去。一路上虽然偶有意外，但他们还是靠着勇气和智慧成功进入到了飞船，甚至还通过极限的操作杀死了一只怪兽。这让杰瑞又不免自信了几分。经过一番探索后，两人惊喜地发现飞船里还有一大批保存完好的补给舱，这足够二人支撑到救援的到来。但老天爷似乎对此非常不满，在杰瑞二人进来之前，竟然有一只怪兽提前溜进了飞船中，一时之间两人被碾得上蹿下跳，他们一度被逼进了一个狭窄的空间。幸好艾米发现了在杰瑞身上停留的小虫，靠着这只小虫，他们才险之又险地躲过了必死的局面。Airlocks, stand clear. 可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必须想办法杀掉这只怪兽才能一劳永逸。看着周围悬挂着的休眠舱，杰瑞灵机一动，想到了好方法。他让艾米一人不断地和怪兽周旋，拖延时间，自己则是爬上了平台，找到了一个没有损坏的休眠舱。待艾米一路勾引着怪兽来到附近后，杰瑞便果断地进入舱内，直接启动了休眠舱的弹射功能。2, 1. Have a great day. 虽然杰瑞因为受到巨大的冲击力而失去了意识，但很快他就在艾米的呼唤声中醒了过来。两人靠着智慧和勇气成功杀掉了巨兽，接下来他们只需要静静等待总部派来的增援就能得救。善良的杰瑞不愿去猜测人性的险恶，选择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所幸最后落得了圆满的结局。正是这份善良拯救了艾米，也拯救了他自己。